啥呢？这块啊，漏风漏雨的，我把它收拾收拾。这不有屋子住吗？你要是嫌我，我就走。你往哪儿走啊？啊？别忘了，你可是13省的压寨夫人。我是压寨夫人吗？我咋没觉得呢？我咋越来越觉得你不但不像汉奸，连土匪都不像。你说啥呢？这满世界的人可都知道我耿三儿是啥人。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啥样啊？你见过哪个山头长包的自己拾到屋子？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能死啊？哎，你要是一天不说废话，你能死啊？总算做个饱死鬼了。哎，李长包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啊，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惋惜吗？哎，这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是吧？我都落在你们手里了，我惋惜有个屁用啊！啊？要说一点不遗憾吧，我还真有点遗憾。不，你说我李记，我北胜帮，我干点啥不好？我非当抗联了我啊！我抽口烟违反纪律，我喝口酒违反纪律，我就是找个女人也算是违反纪律。你说我爷们儿活着什么滋味啊？我不能这么说嘛，李长包。眼前有很多活路，你为什么总是想到死呢？我还有活路？耿三兄弟，叶先生，叶先生来，慢点啊！耿三兄弟，叶先生，你这是没事儿不登我这小庙啊？来之前派几个兄弟告我一声，我也好去接接你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耿三兄弟，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客套了啊！来，弟兄们，把东西抬进去。好，来，叶先生请。来，快！来，请。哎，抬劲儿。来，哎，叶先生，来，请。哎，请。叶先生，楼梯。来，你们几个站好，把东西都给我放这儿。哦，上次叶某人来的匆忙，也没备什么礼物啊，有失规矩啊。这次略微一点薄礼，算是给新娘子赔罪啊，还请兄弟代为笑纳。草莽之人，还劳叶先生挂念，荣幸啊！哎呀，一点小意思，何足挂齿呢？叶先生到此造访，想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耿长包这话什么意思呀？现在赵阳城内外都已经传遍了，说我们13省到了皇军的粮库，还说我们13省
是抗联派来的。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叶先生，你不会没听说吧？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只要你耿长包做事光明磊落，还怕这些流言蜚语的吗？怕与不怕，对我们13省来说已经没啥用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只是束手以待，敬天观命了。皇军的粮库被盗，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儿。叶先生对上要交代渡边太君，对下还要顾及安全区的面子，你总得有个说法吧？既然大伙儿说是我们13省所为，我就是不承认，恐怕呀也无济于事了。我听耿长包的意思，你这话里头可有很大的怨气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说是谁干的呢？能在如此防守之下盗走5万斤粮食，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啊，那得是有一定的本事才行。放眼在我赵元城里，恐怕也只有智勇帮、红枪会，还有你13省有这能耐了。我可以肯定，这不是智勇帮和红枪会所为。此话怎讲？红枪会胆小怕事儿，他们从来不敢跟皇军作对，更何况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呢。至于智勇帮嘛，据我所知，刘家兄弟跟你叶先生关系不错，无论如何，他们也不会给你脸上抹黑呀。啊，谁都知道这道上有道上的规矩，谁的东西都可以抢，唯独皇军的东西不可以动。这吴彪和刘家兄弟都是老江湖了，这个道理他们不会不明白吧？说的有道理。那照你这意思，就只剩下……那就只剩下我们13省了。耿大长包恐怕是误会了我这次的来意。其实叶某人这次造访主要是2层意思，这其一呢，是给新娘子补上一份礼物；这其二呢，就是给耿大长包带来这个请柬。请柬？渡边太君，听说你们几位山头啊，最近闹得很不愉快，为了一些事情胡攀乱咬，这样很不好嘛。赵原是安全区，是皇军的大后方，这里局势的安定与否，还得多多仰仗你们几位山头啊。所以渡边太君想请你们几位长包的到赵元城去坐一坐，以酒会友，化解心结，大家伙化干戈为玉帛，齐心协力去维护安全区的安定祥和。望诸位届时光临，渡边正雄。啥玩意儿？赴宴？这渡边正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？这是？他能有啥药？不是毒药就是炸药，或许还有蒙汗药。不管是啥药，咱都得往肚子里吃。哼，咱要是不去呢，那就是做贼心虚了。那我就去参加这个鸿门宴。可上面写的是大哥和耿长包的一块儿去啊。既然渡边正雄盛情邀请，当然得出席了。哎，我说呀，不能去。
也许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。这仗真要是打起来，我耿殿军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。可是13星的前途怎么办？难道真的会功亏一篑吗？这是咋了？家里进贼了？拿走，拿走！我不要汉奸的东西。只有吃有喝的，又有钱花，你凭啥不要啊？你不怕噎死，我还怕毒死呢。行，你不要。哎呀，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扔了。哎，站住！这又咋了？你是不是要去吃日本人的饭？关你啥事儿啊？就关我事儿！我不让你去。你凭啥呀？凭我是压寨夫人，旁的事儿我可以不管，可你要去吃日本人的饭，我就是不答应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山头的事儿你少给我插嘴。柳子有柳子的规矩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别竖着耳朵四处瞎打听，瞎多事儿。我也告诉你，旁的事儿我不管，可你要跟汉奸称兄道弟，去跟日本人吃饭就是不行。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耿三儿，我可不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，说我嫁给一个汉奸。睡觉吧。你站住！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杀不了我。我杀不了你，我还杀不了我自己吗？放了你！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丫头啊，咋就一点不懂得惜命呢？我跟你说，人这一辈子啊，可只能活一回。你想死啊？死也不能和日本人打交道。哎，你看看，你不是在六作坊也给日本人扛过粮食吗？谁说你是汉奸了？那不都是为了活命吗？土匪也不好当啊！今儿个算你命大，以后可不许这样了，啊！你不是跟日本人有仇吗？你说你死了，咋去跟日本人报仇呢？啊？哎，猪肉来，猪肉来！哎，几位吃好了啊，慢点走，慢点走啊！哎，里边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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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宽敞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宽敞，哎，里边请。郎总，哎呦，老哥，咋回事啊？哎呦，我们家小子上吐下泻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回去给他看看。哎，好，拿着。哎呦，买新了啊！哎，拿着，记着啊！哎，走。李掌柜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宽敞，弟兄们都到齐了，你想办法混进去，有啥情况马上禀相公。有，有，请老弟。好。熊样。屋里请。两位屋里请。
边太君到。哎，各位，来坐，大家坐。承蒙光临，荣幸之至。今天呢，我特意请来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，北胜帮的大长包李济，李先生。李济，以后无论你在哪儿见着我，记住，我叫耿三儿。各位幸会啊！李先生，请坐。我想各位都知道，李长包曾经执掌北胜帮，后来误入了歧途，参加了抗联。好在他深明大义，幡然悔悟，正应了佛家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之教诲。大日本皇军一向以宽大为怀，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足就不再接纳朋友。今天我在这里宣布，李济还是皇军的朋友，还是北胜帮的长包。今天来的都是三赵地区赫赫有名的人物啊，想必你都认识吧？认识，这都老朋友了。刘大长包，刘二长包，我北胜帮和你智勇帮有些恩恩怨怨的，可毕竟在一条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我还请二位长包多多关照啊。吴长包，李长包呢？好久不见了啊！哼，瞧你，越来越富态了，发财了吧？哪里，和李兄比，我不值一提。哟，杜老板，你这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！怎么样，又发大财了吧？我以后在赵园混，还得仰仗你啊！啊！好说，杜某做点小买卖，混口饭吃，哪能和手眼通天的李大长包相提并论呢？这位李长包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有点陌生。你陌生，我可不陌生。我耿三儿在十里铺混饭吃的时候，咱们有过交往。咱们有过交往？想当年，你我同抢了一批抗联的粮草，为此还打了一架。想不到今天，竟然在这儿相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耿三儿，哎，你就是耿三儿。我劫了抗联的粮草，你又劫了我的粮草，你让我在兄弟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。你说什么？不打不相识，冤家路窄。我和你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才对。耿三儿，你要是个男人啊，现在就到外面去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李长包，你想跟我打架，我可以奉陪。但是，咱可把话说清楚了，我抢的是抗联的粮食，关你他娘的屁事儿！只要是到了我手里的粮草，就是我的货。你接了我的货，就是和我过不去。那你说，咱俩结，是荤的还是素的？是红的还是白的？听着，总之咱俩，一个躺着，一个站着。行了，李长包、耿长包，大家都是道上混的，多多少少都有个人的恩怨，是吧？李大长包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大家抢的都是抗联的东西，就算有梁子，也是跟抗联的梁子。你又这么，何必不依不饶的呢？别跟我胡扯什么抗联不抗联的，抢我的货就是和我过不去。嗨，两位都是热血男儿，既然如此，两位可以比试一下。
拿2支枪来。哎，最好的一块钱条，好嘞，谢谢啊。猪肉了，猪肉来，新鲜的猪肉，前桥后球，五花里脊。张叔，我也是真同情你，这么多年一直想抱个孙子抱不上。按说，你那儿子也真是，这么壮实的孙子怎么那么不争气呢？嘿，好气！住手！两位，朋友比试嘛，点到为止就行了。既然2位都是我请来的朋友，那就给我个面子啊，这笔账就勾销了吧。我说掌柜的，这馒头什么时候蒸好啊？我可等了老半天了。别着急嘛，这心急吃不了热馍馍。哎，您慢走，慢走啊，楼梯晃得很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十一弟，里边怎么样？哎呀，全是鬼子把守，连刘处长都进不去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没动静，也许问题不大吧？这鬼才知道呢。你告诉兄弟们，一定要耐心等待，一有什么情况，我马上鸣枪示警。哎。各位啊，今天请大家来，一呢是想会会朋友，表示皇军对各位的信任和期望；二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最近啊，接连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极大地损害了安全区的名声。这是有人在和皇军作对，和各位长包的作对，在老虎嘴里拔牙也就罢了，还敢在各位太岁头上动土，实在是有损各位的威风啊！我想各位也不会任其逍遥，置之不理吧？还是太君说的对呀！这谁要敢在赵源地区动手，等于是没有把我们兄弟们放在眼里嘛！吴长包，你说呢？我说什么呀？说，我红墙会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少臭美了。这依我看，
这偷粮的人就在我们中间。哎，李长包，这话你可得给我说清楚。这粮食是在我红墙会的地盘上被盗的，可你是说是在我们中间，那你说红墙会自己盗自己？吴彪，我说你了吗？那你找什么骂？那你说谁呢？吴长包，他没说你。谁都知道红乡会从来不做对不起皇军的事儿。那是，这皇军都知道。奶，这么说，那是说我们智勇帮喽？哎，智勇帮地盘广阔，粮食盈余，犯不着为区几万斤粮食，跟皇军过不去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李长包，有话你他娘的就明说，留着半句，等着下小崽呢。耿三儿，你还跟我装啊？你既然有胆子做，就应该有胆子扛着。李记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你说是我们13省做的，有什么证据？我不用证据。耿三儿既然敢劫抗联的粮食，他就不敢在皇军的地盘上偷皇军的粮食吗？这饿极了的疯狗，啥做不出来啊？叶先生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矛头啊，指的就是我们13省。记得那天我跟你说过，出头的船子先烂。既然是千夫所指，众口一词，这黑锅我背了。我站着7尺，躺着也是7尺。太君，该捆该绑，该抓该杀，全凭您一句话。李长包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他娘的借着皇军的手报自己的私仇，你算啥东西啊？耿三儿，你李记，啊，都坐下啊，都坐下啊，都坐下。既然在一个地面上混饭吃，就是兄弟了，何必要撕破脸面呢？我们共同的敌人应该是抗联才对。没错，太君说的太对了，大家伙要精诚合作，共同维护好3赵地区的新秩序。吩咐开席啊！哎，今天我要与各位长包同饮几杯。老大，朝阳山那档子事儿，我欠了你一份很大的人情。今天兄弟我可算是还了你了。你放心，我李记绝不是那种只会挖坑不会铺路的人。咱们俩以后还算是兄弟吧？李记啊，今天的事儿啊，算你仗义。不过我已经说过了，朝阳山的事儿啊，我不想再提了。以后抗联归抗联，我耿三儿归耿三儿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挂在嘴边上了，啊？咋？你不信我的话？老大，咱们兄弟俩可是又在刀尖上滚过一回了。咋的？你还准备瞒着我？你这话咋说的？你要是能当柳子，这世上恐怕找不到不是柳子的人了。李记啊，既然你想重振你的北胜帮，那你就好好做你的长包的。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。要是你做出啥对不起兄弟的事儿来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爱翻脸。长包的，弟兄们都在喝酒庆祝，就差你一个了。庆祝？有值得庆祝的吗？今天能够化险为夷，全身而退，这本身就是胜利。碰撞才刚刚开始，以后
还指不定会有啥麻烦呢。渡边正雄笑里藏刀，等待着图穷匕现的那一天。今天，他才是真正的大赢家。老大，今天的鸿门宴给咱提了个醒儿，红枪会也好，智勇帮也罢，他们都恨不得把咱一下子置于死地。咱的目的本来是想跟土匪交朋友，可现在成了冤家。如果咱每天都陷在跟各个山头争斗之中，那咱还咋跟日本人斗呢？咱们真正的敌人毕竟不是吴彪和刘家兄弟吗？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所以啊，咱们得改变策略。既然掉进了染缸里，那咱就不怕被染颜色。该交朋友的时候交朋友，绝不能因为咱跟各个山头的矛盾，给渡边正雄留下可乘之机。太君，请。永年，你怎么看今天的事啊？太君是以德服人呐，一下子让所有的山头臣服，实在是令卑职万分钦佩。你觉得他们都臣服了吗？那当然了，大日本皇军所到之处，那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这些小小的山头柳子，早都是望风而归顺呐。来，坐。啊，谢太君。叶总团长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太君，卑职刚刚讲的全是心里话。那些事情都不说了。根据目前情况的需要，我们还是会派大批的开拓团进入到三赵地区。一来可以建立共荣圈，二来呢也可以协助维系这里的治安。希望叶总团长积极配合啊，和那些个山头打招呼，免得彼此发生什么不愉快。是，卑职一定竭尽全力，在三赵地区实现大东亚的共荣。老爷，那这事儿咱就完了？完不了。哎，好戏呀，戏好。耿三儿他到哪儿都是一个角儿。爷，那你是说耿三儿和李记他们俩唱的是苦肉计，是在骗渡边太君？蒙得了阎王，骗不了小鬼儿啊！爷，那既然你都明察秋毫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渡边太君说明了呢？你以为渡边太君会信啊？那老东西谁都不信。他要不是因为兵源有限啊，还得拢着我，靠这帮柳子帮他去看家护院，他早把我们都给端了。哼，我凭什么说呀？日本人呐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爷呢，就是为了保住这份家业。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啊。老师，我来了。今天太阳不错。春子啊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叶永年是越来越靠不住的。那就杀了他。不可以啊！他这个人老奸巨猾，是赵原地区的一个土地爷。如果动了他，我们连条好使唤的狗都没了。但是我们不可以过多的依赖他。连叶永年都不能相信，那群野狗就更不能相信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铲除了所有的山头呢？中国太大，非常大。我们日本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，哪里有那么多人去管理这么大的地方？我们要用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，你明白吧？嗨。你这边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龙江工委已经基本掌握在我的手中，只要您下令，我立刻让他们的组织陷入瘫痪。啊，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们瘫痪，而是需要他们继续工作。纯子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，就是要查清楚这个13行究竟是些什么人。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。嗨。
驾。老叔啊，老叔在家吗？嘿，找谁呢？我找巴托老叔，你是谁呀？朋友。哼，我阿爸呀，从来就没有你这种朋友。你是白玉姑娘吧？你咋知道？我听巴托老叔说啊，他有一个闺女长得挺漂亮，哈哈，挺让他自豪啊。我阿爸不在家。那他上哪儿了？我凭啥告诉你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跟他是朋友。自称是朋友的人呐，十有八九都不是朋友。哦，那你就是说还有一二是朋友啊？油嘴滑舌，10个有10个都不是朋友。哎，你说，你让我咋说，你才能信得过我呢？哼，你这种人呐，咋说我都不会信你。我阿爸的朋友我都认识。这个。白姑娘，你看啥呢？小玉啊，是我的养女，前些日子啊从关里刚回来。哎，我说，上次的事儿，我还真的感谢你呀。谢啥呀？粮食的事儿，我知道是你在暗中帮了彪子的忙。我可是啥事儿也没做过。哦，我也啥事儿都不知道。老叔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说吧。你也知道，自从六座房被开拓团抢占以后，红枪会的兄弟们就七零八散了，还有一些兄弟就投奔了13省。这事儿让我很为难。不管咋说，红枪会还是朋友，我不能拆兄弟的房子垒我自己家的院子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收留的那些红枪会的兄弟，大多数都在马家铺。我想把那块地盘还给彪子兄弟，让他来掌管。人嘛，还是他的人。你看这，哎呀，郑长包的，你这个人我没看错，你够朋友，讲义气。彪子要是争一点气，也用不着我整天的为他费力操心。他这个人呐，是扶不起来了。于妹子，于妹子，于妹子，哟，这不想看着谁，偏撞着谁。彪子啊，你来干啥？八叔，我听说玉妹子回来了，我来看看她。哎，她人呢？她出去了。哦。来来来，把东西给我放那儿，这都是玉妹子喜欢的玩意儿。走。吴长毛的，你不想坐下来弄两口吗？啊？
你们喝吧。哼，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，就知道整天讨好玉丫头。哼，甭理他。来，咱喝咱的。